在7月29日，华为 P50 系列终于发布了，相比正常发布时间延期了4个多月。那么和上一代 P40 系列相比， P50 系列有哪些升级？手持 P40 的话，有必要更换 P50 吗？外观对比，左上角双打孔与居中单孔。P50 系列在外观上进行了全新设计，后置摄像头由 P40 系列的矩阵式模组变成了双环式模组，非常具有辨识度。屏幕上 P50 系列也终于抛弃了 P40 系列的双打孔药丸屏，改成随大流的中置单打孔屏。P50 和 P40 一样，还是直面屏设计。P50 Pro 尽管还是曲面屏，曲率相比 P40 Pro 也要小得多。在外观上，换代的 P50 系列无论是颜值还是实用性，都比 P40 系列有显著的提升。配置对比，除了无法使用 5G， P50 系列全方位提升。P50 和 P40 配置对比， P50 补上了 P40 的众多短板，比如 P40 的屏幕不是高刷屏，电池容量3800毫安，仅支持 22.5 瓦快充。 P50 的屏幕升级为9赫兹高刷，采用了全新的主摄和长焦镜头，变焦性能提升为5倍光学变焦和50倍的数字变焦，续航为4100毫安加66瓦快充组合。因为入门机型和旗舰机型的配置差距较大，华为 Mate 和 P 系列都是 Pro 机型最受欢迎的，比如 P40 Pro 销量比 P40 高， Mate 40 Pro 卖的比 Mate 40好。而在 P50 系列上，华为加强了 P50 的综合实力，配置方面较 P40 有了全面的提升。不过 P50 要等到9月才能上市，需要耐心等一等。而 P50 Pro 和 P40 Pro 配置对比，作为华为的影像新旗舰机， P50 Pro 自然的拿出不一样的实力出来，最终也没让我们失望。在 DXOMark 榜单上， P50 Pro 排名第一，得分144分，比第6的 P40 Pro 高出12分。这次华为并没有推出 P50 Pro Plus 的原因，首先当然还是因为缺少核心元器件，其次 P50 Pro 已经非常能打。 P50 Pro 的前置摄像头虽然只是单摄，但有着100度广角自拍和14厘米超近自动对焦的加持，得分也达到了106分，反倒比前置双摄的 P40 Pro 的103分要高。因为 P40 Pro 的2颗前摄像头中，一颗为红外摄像头，对于拍照并没有多大的帮助。其他配置上，芯片就不说了， P50 Pro 搭载的麒麟9000骁龙888芯片远胜 P40 Pro 搭载的麒麟990。屏幕规格除了没用上 2K 屏、120赫兹刷新率、P3 原色显示和10亿色彩一个不少，66瓦有线加50瓦无线双快充组合也是华为最强。 P50 Pro 在配置方面比 P40 Pro 也有了极大的提升，但没有 P50 比 P40 的升级幅度那么大，毕竟 P40 Pro 是没什么短板的。价格对比，和上代持平，但不送充电头。售价方面， P50 的起售价为4488元， P50 Pro 起售价为5988元，和 P40 系列持平。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价格是不送快充头的。华为官方的66瓦快充头售价为199元，这样一算， P50 系列就比 P40 系列小贵200元，这个涨幅也是可以接受的，毕竟产量小，成本也会更高。通过对比能发现，除了无法使用 5G， P50 系列相比 P40 系列在配置方面有了全方位的提升。如果手持 P40 Pro， 个人觉得是没必要换 P50 系列的。如果你用的是 P40， 可以考虑升级为 P50 或者是 P50 Pro， 前提是要接受这2款手机无法使用 5G 网络的事实。关于 P50 系列的上市时间将分为3批，第一批8月12日，第二批9月，第三批12月。P50 全系芯片为骁龙888 4G， P50 Pro 到了12月就将麒麟9000 4G 芯片换成骁龙888 4G 芯片，说明麒麟9000库存告急。这样做是为了留一些麒麟9000芯片给后续机型，比如明年发布的 Mate 50系列。当然，也不排除华为可能已将麒麟9000芯片的库存耗尽，以后的旗舰机就只能用高通的芯片。毕竟
今年10纳米芯片就会商用，麒麟9000无论是工艺还是性能都要落后一截。既然都是世纪，倒不如早点把麒麟9000的库存耗尽，今后全面使用高通的芯片，至少在芯片性能上可以和友商打个平手。在美国第4轮制裁下，华为 5G 芯片只能当4G 用， P50 全系仅支持4G 网络，除非高通得到了向华为供应 5G 产品的许可，否则就算明年发布的 Mate 50系列也还是4G 手机。也就是说，不管是用自家麒麟芯片还是高通的芯片，都无法使用 5G 网络。在面临无法使用 5G 网络的情况下，华为采用了4G 加 Wi-Fi 6异步通讯的技术来弥补4G 网速的不足。华为官方称，通讯能力不弱于 iPhone 12 Pro Max 5G， 在多数场景下仍然能够带来很好的通讯体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欢迎关注、点赞和留言互动，下期内容我们再见。